好，我想把卡裡的钱都取出来。好的，女士，请問這是您的卡嗎？不是的，這個是我爺爺的卡，我代替他過來取一下。那取不了，必須本人過來取。我替他取不行嗎？我是他親孫女，像這個戶口本還有身份證，我不都給你們帶過來了嗎？你們可以查一下的。不行，取不了，必須本人拿身份證過來取才行，女士。可是他生病住院了，現在都沒法下床，怎麼來啊？那是您這邊的原因，我們確實沒辦法。不是，我是受他的委托，我這還有委托書呢，你可以看一下的。必須本人過來取，女士，規定就是這樣的。你非得逼我放大招是吧？根據相關規定，如果说老人存在行动不便或者患病等情況，沒有辦法親自到現場來取款的，是可以讓他人代取的。如果說情況實在特殊，存款人也可以申請銀行上門服務的。你們不是說按規定辦事嗎？怎麼到具體事情上面就不讓辦了呢？我自己的錢我自己用不了，把我給氣壞了。我自己的錢，我自己的銀行卡轉賬居然有限額，我今天想轉一筆2萬的款，結果告訴我轉不出去，說有限額，我就去銀行了，排了1個多小時隊不說啊，你知道到了櫃檯之後，他們跟我說什麼呢？說你這卡只能給你限額2萬。我就反問他，我說誰有事兒的話，每天只能轉出2萬？這個是某中字頭的，4大，不能說了，說了多了可能會又被禁。我不知道其他的銀行你們遇沒遇到過這種情況？我自己的錢我自己用不了，還要經過他們同意。中國經濟持續下滑，銀行系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。有數據顯示，2024年中國已有近200家中小銀行被注銷，數量遠遠超過過去去年3年的總和。在中國房價失控，越來越多的購房者無力或不願意再還貸款，手裡握着房地產資產抵押的銀行承受着巨大壓力。在中國6大銀行當中，除了農業銀行以外，線下分行數量持續萎縮，在2024年合計減少近361家，平均每天1家。銀行系統流動性壓力逐漸顯現，有錢卻取不出來的現象頻頻登上熱搜，引發廣泛的關注與討論。今天又到15號，又到發工資的時候了。今天發工資是1波3折呀，早上發工資轉一半，才轉10個人不到，給我把銀行卡封了。銀行卡上有餘額，但是怎麼轉不出去。然後呢，我就打電話問這個中國銀行，我說我的卡怎麼无缘无故被封了？他那是不是進行頻繁轉賬？那今天跟工人開工資不頻繁轉賬怎麼樣？難不成都發現金了？發現金取還要預約？好，你說我在網上轉，你給我封卡。博主張先生說，他去到第一個銀行，對方說你要去開戶行，他就去了開戶行。開戶行說經理正在休息，讓他把什麼工作表、流水、營業執照等拿過來。張先生下午又去把營業執照等這些材料拿過去了，銀行讓他回去等通知。張先生急了，心想今天要把工資發出去呀，我轉我自己的錢怎麼還這麼難？然後他跟銀行的工作人員表示，你到下午4點鐘不給我解決的話，我就帶着工人一起到你們銀行大廳來坐着。等到下午4點半鐘，銀行終於把他的卡解封了。張先生感慨，我把我自己的錢存在銀行裡，我想怎麼用就怎麼用，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？你怎麼這麼霸道？公理何在？還有沒有王法？你好，幫我取20萬現金。女士，你取20萬現金是什麼用途？我想買一個保險櫃。買保險櫃也花不了這麼多錢啊。那剩下的錢我就把它放在保險櫃裡邊，那總比放在你們銀行好吧，又不方便，取個錢還要問我是啥用途。女士，你可真会開玩笑，您的錢存在銀行怎麼會不方便，而且不安全啊？你不用扯了，你們辦事效率那麼低，命短的都不敢來你們這辦業務。我早上8點鐘過來取的號，排到現在12點半了，你才給我辦。明明有4個窗口，每次我過來就開1個，那咋的？其他窗口關起來都易主了？還是說風水不好啊？顧客對銀行的工作人員說，你看一下你們這個工作效率，只開1個窗口，硬是看不到外邊有幾十個人在排隊嗎？每次我過來辦事呢，你們都像審問我一樣，我要存錢，你们就問我資金來源，我要取錢，你們就問我資金用途，我想轉賬就限制我取款額度，我想單筆大額轉不了就轉小額唄，又說我交易頻繁，還讓我來櫃檯轉賬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明明是我自己的錢，搞得我好像跟犯人一樣。工作人員說，我們這樣也是為客戶着想，現在網上騙子那麼多，需要風險管控。顧客說，
那我就更不懂了。那些網上的騙子分分鐘就把我們老百姓賬戶裡的錢給轉走了，這沒人管。而我們老百姓想取自己的錢，反倒是處處受限制。我現在算是清楚了，錢握在我自己手裡才是最安全的。今天本来想的时候去银行取5000块钱的现金下的金額也不多，那我想的金額不多的情況下呢，就費事去關那個號，然後去排隊了，因為也很麻煩。那我就想的時候直接去那個取款機取，結果走了3個銀行，3個銀行都沒有錢。去到第3個了，我實在是熱到受不了，外面頂着35度的天氣，我就想走到那個工作人員那裡問一下，為什麼你們手機都沒有錢？結果工作人員就直接說，你要取多少錢？你取錢來幹嘛的呀？有什麼用？是不是今天省進來的呀？我真的是被他問得很無語。博主說自己存在銀行的錢都已經失去了自己支配的權利了。你們像審犯人一樣的審問我，是不是我賺的每一分錢還需要給你們打一個500字的報告呀，才能夠存入你們的銀行？今天給朋友轉錢，我才突然發現銀行卡無法轉賬了。打電話去問銀行，得到的回復是您的信用卡安全，保護存款人的財產安全，對您的非櫃面交易進行了限額。我趕緊查了一下其他的銀行卡，竟然所有的卡都被限額了。如果說有人突發疾病進了 ICU 需要馬上手術，但是因為銀行卡限額無法交匯，這該怎麼辦？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用錢的地方，我不知道銀行有沒有考慮過這種情況。比如說買房需要交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首付，這又該怎麼辦呢？去銀行取錢，取1萬塊錢都取不了，銀行要報警。這是我前2天發生的真實事情。事情是這個樣子的，那來過我公司的都曉得，我們樓下有個某銀行，很方便很近，那我就要取個1萬多塊錢給員工發工資嘛。我呢就從我本人的另外一張卡裡面把錢轉到了他們行的卡，我就去取了。自助機上面說取不了，說什麼額度受限，機器只能取1萬，搞笑吧？我就要取1萬度，不是5萬10萬，他讓我去櫃檯取號。博主說他沒辦法，只好去櫃檯辦理。他先去領號排隊，等了好長時間，終於輪到他了。銀行員工上來就問，你要用這錢做什麼？他說發工資。過了一會兒呢，工作人員說系統報警，你沒法取錢，你要麼打110報警，經警察核實後才能夠取，要麼你留下你單位的公司名稱，核實你是法人或者是財務經理才可以取。博主聽了很生氣，心想這錢是我自己掙的，怎麼就取不了呢？最後實在是沒辦法，他留下公司的名稱，核實完了之後才讓他取。今年5月14號，湖南株洲發生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，引發了全網的關注。一位70老人因癌症晚期急需手術費用，家屬攜帶其身份證和存單前往中國農業銀行田心支行取款，卻被工作人員以必須本人到場為由拒絕。無奈之下，家屬只得將插着氧氣管的老人用輪椅推到銀行。不幸的是，老人在辦理業務過程中突發呼吸衰竭，搶救無效後離世。一名男子在14號發布視頻表示，他姑媽因病住院，偏癱導致腿部摔傷，女兒前往農行田心支行，試圖提取母親的5萬塊定金存款用於治療。儘管他明確說明母親病重無法親自到場，銀行工作人員仍然堅持必須要本人辦理。家屬提出可以通過視頻驗證或申請上門服務等替代方案，銀行方面仍堅持無法通融。無奈之下，親屬將老人用輪椅推到銀行。監控畫面顯示，老人當時已經是極度虛弱，在人臉識別環節，由於無法自動調節姿勢，他反覆嘗試了20多次，最終因體力不支而倒地，搶救無效後不幸離世。這起事件讓人唏噓，也讓人再次追問：規則與生命之間能否多一點人情與彈性？死者家屬彭先生16號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表示，已與銀行方面達成協議，雙方同意和解，銀行將承擔老人的喪葬費用，並以慰問金的形式向家屬支付人民幣10萬塊錢。彭先生強調，家屬不再追究後續的責任，原先在網絡上發布的相關文章與影片已經刪除。別人往銀行卡裡轉錢的時候一定要注意，會很容易被凍結。今天有個人往我銀行卡裡轉了幾千塊錢，
我刚要轉出去，礦商給我凍結了，就是當時給我短信提醒已經到賬了，但是我就是轉不出去。後來沒招，只能拿着銀行卡、身份證去櫃檯去辦理。人家工作人員告訴我了，被凍結了，因為是陌生賬戶。我在銀行待了2個多小時才給我辦下來。在這期間，你要給人提供是誰給你轉的錢，這錢是怎麼來的，有什麼用途，你一五一十的告訴人家。然後這個工作人員還要寫個申請給他的領導啊，讓他領導批准，才能把這個銀行卡給你解開。凍結只需要一瞬間，但是給你解開這個過程是非常非常複雜的。近日，大陸工商銀行手機應用程式出現技術故障，導致部分用戶的存款、理財產品以及負債資訊在 App 中一度顯示為零。事件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恐慌，直到2天以後才陸續恢復正常。從10月29號晚間起，部分工行客戶發現其手機 App 出現異常，賬戶內的資產數據突然間消失，儲蓄、投資與貸款餘額皆顯示為零。社交平台上迅速掀起了熱議，不少用戶坦言，當看到自己賬戶清空時驚慌失措。一位來自河南的工行的用戶表示呢，當晚外出飲酒後準備取款結賬時，發現銀行卡內10多萬元竟然顯示為零，當場報警處理。等到 App 恢復正常以後呢，他立刻將資金轉出，部分轉至匯豐銀行，其餘的存入招商銀行。來自浙江一位網友在10月31號發文表示，自己剛購買的工行基金突然間消失，雖然是金額不大，僅是3800塊，但這突如其來的異常讓他對整個金融系統產生了懷疑。他說呢，雖然交易明細仍在，但資金在賬戶中卻是無法查詢。廣州自媒體人林總也在節目中提到，當他打開 App 時呢，發現賬戶為零時，第一反應就是手機可能中毒了，甚至一度想報警。後來他發現朋友圈中有大量工行用戶也出現相同的情況，這才意識到這是系統出現了問題。有廣東網友分享，自己父親在30號清晨5點多打電話來，驚慌地說存款不見了，讓他趕緊報警，還懷疑是否是點擊了不明鏈接。對此呢，工行客服於10月30號向媒體表示， App 內數據資產顯示出現延遲，實際資金並未受到影響，僅僅是數據顯示異常。一位曾任職於工行總行科技部的員工在網上留言指出呢，這次事件屬於嚴重的內部技術故障，至少達到3級事故等級。儘管工行表示系統已經大致恢復，但截至到11月1號，仍有北京用戶反映無法登入 App， 並在社群平台詢問是否有其他人遇到相同情況。這起事件已引發大眾對資產安全的反思。林總在節目中提醒觀眾說，這次事故動搖了儲戶對銀行最基本的信任感。他建議大家應該分散資產配置，不要將所有的資金集中放在一家銀行，同時也不應該過度依賴數位工具，建議定期前往銀行列印紙本賬單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